好，比赛结束。对切尔西来说，这就3分，兄弟，3分。对塔兹格来说，没犯什么大毛病，塔兹格没什么错误，错误的是场上球员。塔兹格这1分有点憋屈啊，说实话哈。塔兹格这场比赛临场调整没什么大问题，做挺好的，是球员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。该拿3分的球队没拿到哈，可能拿不到分，球队拿到分了哈。切尔西这1分等于3分，含金量太高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晚切尔西多牛逼哈！今晚切尔西在上半场战术极度成功情况下，变成10个人了，没能领先，依靠阿森纳最擅长定位球进攻，他自己进球了。在主教练完全打错牌的情况下，临场调整错得一塌糊涂情况下，球员们硬生生的守住了，靠着4个后卫，靠着门将，靠着2个后腰，靠着内托。给守住了，关键是人家对方主教练塔兹格没犯什么错误，塔兹格所有的调整他都是对的，打右路对的，是吧？起传中对的，什么思路都对情况下你都守住了，你真是牛逼，兄弟！铁血蓝军只能这么说哈，铁血蓝军真硬，扎实，就很可靠，而且不着急，心态非常的平衡。但是马雷斯卡你别装，你别吹。切尔西下半场能守住和马雷斯卡的调整没有毛关系，真的没有毛关系好吗？你看他换上的球员起到多大作用？个屁的作用！无疑是加重自己左路的防守，让自己左右防守变得更为脆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切尔西居然能完成正常拦截，再把球权抢回来，就因为古斯托大范围的跑动，提前去卡位，再直接完成一个拦截，抢回球权来。你把加乔放到左路上去，那就意味着你防守爆炸，这肯定毫无疑问的哈。内托上半场放的多好，你把内托给拉走了，你把内托继续放在左路，搭配上库库在左路防守，阿森纳就没有第一个进球，他就第一个球就不可能那么轻松的给到边路起传中。马大家好好感谢一下切尔西球迷吧，好吧，好好感谢切尔西球员，就你首发显出那套很牛逼，你就好好感谢那套球员吧。真的发生比赛发生转折了，你这临场调整真的不太行。这有点像什么？不愧是师徒。昨天曼城拿下了利兹联，那场比赛啊，拿下了，其实和瓜迪奥拉也没多大关系。上半场和瓜迪奥拉确实有关系，踢得好。下半场到最后的绝杀和他没什么关系，那就福东硬生生站出来救他，就是福东个人能力站出来。就这场比赛一样如此。就一旦被对手追平了哈，之后主教练就不会调整，瓜迪奥拉也不会调整了。就瞎换人了啊，他也是，马雷斯卡也是这样啊，也开始瞎换了，硬生生靠着你这些球员的切尔西的铁血精神是守住了呀，硬生生守住了呀，好感谢场上这球员吧，这是典型的球员救主教练，这也是说明的这个球队他团结，兄弟他真团结，恭喜切尔西，也为阿森纳感到稍微遗憾啊，不亏，阿森纳并拿到分了哈。因为有可能打实际的话，有可能是拿不到分哈。毕竟在客场，其实这个结果对阿森纳来说可以接受，因为毕竟在客场踢切尔西有意思。这个比赛它不是好看，它不是说技战术博弈的特别好看，它是有故事性，你知道吗？它是看着有点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就你有肉眼可见，切尔西处于一个劣势，你肉眼可见，阿森纳找到了切尔西的弱点，就围绕弱点的疯狂痛击。你感觉随时切尔西可能就要丢球，但他就是守住了呀，真的守住了，一点错误都不犯啊，守门员都不犯错误了。在切尔西这套阵容班底当中哈，切尔西后防线和门将同时不犯错误的比赛屈指可数，而且到后来出现什么情况？阿森纳面对切尔西时候呢，11打10哈，10人切尔西在后半段还要尝试后场出球啊。兄弟，这在上半场11打11情况下，切尔西都做不到。但为什么我当时看懵了？你上半场明明11打11时候你做不到这个事儿，为什么下半场少1人守，你反倒做到这事儿了？这就是你无法从技战术角度去讲解，你只能从什么呢？心态上去讲。就10打11了，豁出去了，心一横了，然后他们防阿森纳几次防了之后，越来越有信心了，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了。反倒是阿森纳在打了几次之后，光速扳平之后呢？然后打了几次效果不太好之后，越踢越急，越踢越急，
就越着急。就包括萨卡拿到球边路之后，眼里没有队友，光想传中。包括马杜埃凯到内侧之后，已经完全只想传中，忽略了阿德高。阿德高上场之后，在右路组织作用特别大，但后来当中大家开始少找他了。所有边锋只想通过个人能力解决问题，越踢越不合理，越踢越不合理。从桑切斯开始扑出了那个梅里诺射门，紧接着扑着2扑挡住了哲凯莱什之后，这真的把所有的切尔西场上球员给到了顶点，就已经到顶点，包括球迷也是，就燃尽了。上半场证明了什么呢？上半场证明了马雷斯卡的技战术、赛前战术布置很牛逼。如果切尔西11打11的话，有可能拿下阿森纳。下半场证明什么呢？10人切尔西铁血精神回来了，牛逼，好看。